这是史上最难的面试，考生刚拿到试卷就傻眼了，因为整张卷子都是空的，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声张，因为就在刚刚考官宣布了3条规则：不准把自己的试卷弄脏，不准和考官或者保安说话，考试结束前不准离开这个房间，违反上述任意一条就会被取消资格。同时，这场面试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同样也只有一个。Any questions?众人都不敢作声，因为刚刚才说过不准和考官交流。见无人应答，他便开启了倒计时，考试时间为80分钟。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望着眼前空无一字的试卷，大家都陷入了迷茫。面试的题目究竟是什么？看来想要拿到这个年薪500万的职位并不容易。就在这时，一个黑发女人终于按耐不住了。她认为公司应该是想让他们写一份职业报告，可她刚一动笔，旁边的保安就走了过来，接着她就被毫不留情地赶了出去。后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她违反了第1条规则，弄脏了试卷。其他人见到这一幕后，连忙放下了手中的笔。没想到写字也算弄脏试卷，那这该如何作答？就在众人毫无头绪时，一名叫小白的男人却笑了起来。他表示考官只说了3条禁止做的事，意思就是说只要不违反那3条规则，其他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比如起身站起来，又比如在这里打拳。果然一旁的保安在他做完这些事情后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看到有人带头，其他考生也渐渐地放松了下来，纷纷开始思考起来试卷为何是空白的。一个长发妹认为或许是需要用某种特殊的方法，上面的字才会显现出来，比如光线。其他人也都表示认同，因为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把面试的题目找出来。于是大家便开始做起了实验，他们将试卷对照着光源仔细看去，但并未发现上面有什么变化。这时一旁的小黑突然想到，或许要用特殊的光线才行，比如 X 光、紫外线、红外线之类的，可房间里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设备。不过好在人多主意也就多。就在其他人一筹莫展之际，一旁的金发妹表示，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房间里一定会有应急灯，说不定就是某种特殊的光线。他们果断地敲碎了这里的灯光，当一切都归于黑暗之后，果然下一秒应急灯就亮了起来，是一种黑光。他们见状赶紧拿来试卷实验，可结果还是一样，上面什么都没有显现出来。胡子男觉得应该是没有找对颜色，再仔细找找，说不定还有其他灯光。这时一旁的眼镜妹发现灯管的上半部分并没有亮，于是他们又再次将其敲碎，随后一种橙色的灯光就亮了起来。众人又再次跑过去实验，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Okay, now, can we please get off the lighting? 小白觉得或许要用其他方式才能让试卷显现，于是他拿来了黑发女人的试卷。他认为试卷应该是由一种特殊的材质制成，用铅笔涂黑也许能有效果，但结果显而易见。不过很快他又有了新的主意，既然光线和铅笔都没有用，那不妨试一试液体。说完他就将试卷撕成了2份，然后把其中1份交给小黑，让他用口水去舔，自己这边则用尿液做实验。可这个方法也没用，大家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就在这时，小白注意到了一旁的眼镜男，他至始至终都没有说过话，也没有参与进来。看着桌上的这些玻璃碎片，他忽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See clearly is all.” 其实这里他已经把看清试卷的方法说了出来，只是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事实蒙蔽了双眼，没有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索性也就不再理会他。就在这时，一直很少说话的胡子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并不是一场面试，而是上层的一场游戏而已。他们开出500万年薪将大家吸引过来，就是为了看我们像猴一样的表演。但一旁的眼镜妹却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了解过这家公司，他们的上层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10年前突然爆发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成千上万的人在煎熬中慢慢死去，正是这家公司成功研制出了抑制病毒的药物，让死亡率在6个月内直接减半。其他人当然知道10年前的那场灾难，却不知道造出药物的竟然是这家公司。如今他们致力于研究长寿。80 minutes to determine the next 80 years of your lives. 回想起考官的那句话，众人瞬间就明白了过来。也就是说，只要自己进入这家公司，就能活到100多岁。为了这项研究，他们现在急需人才，所以这场面试是真实的，并不是游戏。长发妹的男友正是得了这种病，虽然有了特效药，却十分的昂贵，但只要成为公司员工就能享5折优惠，所以他才来参加这场面试。随后他又表示，既然之前的方法都没有起到作用，秘密说不定就藏在保安身上。下一秒他就径直来到了保安这里，然后毫不客气地朝着他的口袋摸去。因为对方没有违反规则，所以保安并未阻止。长发妹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打火机，小白不明白这东西能起什么作用，难不成能将试卷烧出字来？看着上面的烟雾警报器，他好像有了主意。但小黑觉得他们刚刚才用液体做过实验，根本就没有效果。对于小黑的质疑，他不慌不忙地表示，这里面装的不一定是水，可能是任何液体，比如显影液。其他人也都同意他的看法。为了这场面试，公司将这里做些改变也不是不可能。随后长发妹便站到了桌子上，然后点燃打火机，众人也都在下面做好了准备。可很明显高度不够，于是聪明的小白便给他递来了试卷。有了纸张就好办多了。很快在烟雾的作用下，防火警报就被触发，可留下来的却不是什么所谓的显影液，就是普通的水。他们又失败了。就在这时，长发妹发现自己的试卷不见了，原来刚刚小白拿来的竟然是他的试卷，因此他被淘汰了。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一惊，尤其是小黑。说好的大家先一起合作把问题找出来，如今他却突然反水被刺长发妹，实在是让人感到恶心。他本想冲上去教训这个家伙，却无意间触发了灯光的声控系统。正是这个举动为之后金发妹赢得面试创造了条件，但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为了淘汰更多的人，小白又引导无辜的眼镜男撕掉了自己的试卷，没想到对方还真的上榜。就这样，又一名考生被保安赶了出去。面对刚刚的这一幕，其他人都没有上前阻止，因为小白这样做也为自己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And then there were 5. Bastard doesn't do you justice. You said we should cooperate until we discover the question. 小白则不紧不慢地解释道：“说到底，我们这些人都是对手，是竞争关系。想要赢得面试，就得多动脑子。你们应该感谢我把人数减少了，大家的胜算又增加了。”小黑再也忍不下去了，胜算增加了又如何？我们现在连问题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他直接上去一拳打晕了对方。然后又将其五花大绑起来，免得这个家伙又被刺大家。但随后他又仔细一想，不如直接将其推出门外淘汰掉。就在这时，金发妹连忙上前阻止，表示考官所说的规则是要自愿离开才算，将他推出去并不是他自愿选择的，说不定到时候连你们也会受到牵连。听到这里，小黑也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便打算用弄脏试卷的方法将小白淘汰掉，却没想到他竟在这时醒了过来。但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责怪，而是表示自己需要吃药了。原来他也患有那种罕见的疾病，普通的药每隔1小时就必须要吃一次，只有这家公司的特效药才能彻底治疗，所以他才会来这里面试。可小黑却觉得这个家伙是在撒谎，没办法，小白只能表示只要他帮自己拿药，自己就主动退出。听他这么一说，小黑当然同意。可随后他搜遍了这个家伙全身的口袋，也没有找到药。Fuck, it's one of you taking it. What are you fucking taking it? This isn't funny.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take suppressants? Unconsciousness, convulsions, shock, coma, then death. If you start to convulse, we'll know you're telling the truth. Then we'll gladly help you. 看到对方彻底晕厥了过去，众人这才放下心来。就在这时，很少说话的胡子男突然开始发话，他很早就开始怀疑眼镜妹是公司派来的内奸，不然为何会如此了解这家公司？随后他就趁对方不注意将其绑了起来，然后开始严刑逼供，这是他的强项，因为他是个退伍军人。原来眼镜妹本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这次是来参加升职考试的，却不知为何公司会把自己和来应聘的新人安排在一起。但胡子男还是觉得他没有说出实情来，这些信息没有丝毫的价值，他们需要的是这场面试的题目。眼镜妹表示她也不知道。愤怒之下，胡子男拿来试卷，然后当着对方的面用它划伤了自己的手指。What are you doing? What has to be done within the time remaining? 紧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割向了他的大腿。小黑见状想要上前阻止，却被对方一肘就撂倒在地，随后又摘掉了他的眼镜。I told you everything I know! Please stop! She's telling the truth. 胡子男认为人的眼神是不会撒谎的，所以眼镜妹才逃过一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一旁的小白竟真的开始抽搐了起来。这下小黑才彻底相信他没有说谎，因为他的老婆就是这样死掉的，而自己也是病毒携带者。可他的药却找不到了。金发妹表示，既然大家彼此都不信任，那就互相搜身看是谁拿了他的药。可经过一番搜查之后，依旧没有找到。此时时间已经只剩下14分钟了。就在这时，眼镜妹注意到胡子男有嚼口香糖的习惯，精通心理学的他一下就在其桌子附近找到了一块已经嚼完的，里面包裹的正是那枚药丸。其实很早之前他就趁小白不注意，将他的药丸偷了过来。可就在眼镜妹准备将药喂给小白时，胡子男却开始极力的阻止，表示这样的坏人死了就死了。争抢之中，他将药丸直接打入到了下水道之中。小黑赶紧伸手去拿，但下水道的缝隙实在是太窄了，根本就无法拿到。两个女人也都试了一遍，同样也拿不到。此时小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开始流鼻血了。情急之下，眼镜妹赶紧向考官求助，却因此违反了第2条规则，结果就是被保安无情的赶了出去。好在另一边的金发妹利用发卡成功的将药丸取了出来，然后赶紧喂给了对方。很快小白就醒了过来，他知道是胡子男拿了自己的药丸，眼看着时间就只剩下10分钟了，可题目却还没有找出来。如今想要赢得这场面试，就只剩下一个方法了，那就是淘汰掉其他所有的人。于是小白便将目光转向了保安的配枪，一旁的小黑也瞬间明白了他的想法。You wouldn't dare. 下一秒，两人便同时冲了过去。不过还是身强体壮的小黑略胜一筹，先一步拿到了手枪，其他人瞬间就害怕了。这下他掌握了主动权。 You're not going to shoot me. I didn't take it to shoot you. I took it to stop you from using it on us. 却没想到小白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觉得小黑根本就不敢扣动扳机，看到对方如此畏畏缩缩，他便更加大胆起来。 Don't. 原来这把枪竟然需要指纹才能射击。争抢之中，他用铅笔扎伤对方，然后成功的拿到了手枪。胡子男也想上去抢夺，却一下就被对方击倒在地。这下主动权又到了小白手中，他可就没有小黑那么善良了。随后这个家伙利用保安的指纹要挟其余3人，让他们自己退出面试。没办法，在众生平等武器面前，他们只能答应。首先第一个走出去的是胡子男，然后是金发妹。Ready。小黑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Lights out! Lights on!
不过最终他还是倒在了小白的枪下，而另一边的金发妹其实也并未真的离开，一只脚还站在里面。就在这时，闹钟响起，一切都结束了。小白以为自己就是赢家，便对着考官表示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员工。谁知这时保安却走了过来，并把自己的手表拿给他看。原来考试时间还并未到，那个眼镜男在临走时故意将闹钟调快了几分钟，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考官都尽收眼底，因此小白被淘汰了。就在这时，一旁的金发妹看到地上的眼镜，突然想起了眼镜男所说的话，要看清现实。随后她便拿起眼镜以及一块玻璃，来到了试卷这里。经过放大之后，果然就在上面找到了一行字，上面写着问题，而至始至终考官就只提过一个问题。Any questions? No. 这便是问题和答案。那个眼镜男其实就是公司的 CEO， 特效药就是他研制出来的，只是他不善言辞罢了。小黑也其实并未死掉，打入的子弹并不是真的，而是加入了特效药的假子弹。他不仅成功的捡回了一条命，就连身上的病也被彻底治疗了。People are going to need this product. We can only produce so much at a time. Tough decision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made by a wise administrator. Someone who combines a listening disposition with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a compassion. 而这些品质金发妹身上都有，这才是她被选中的真正原因。自此这场面试就到此结束了。其实考官提出那个问题时，考试还并未开始，所以此时他们回答并不算违规。在现实中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比如在某场会议中或者某场考试中，负责人都会在最后问上这么一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但往往大部分人都会习惯性的选择沉默。不管是生活还是职场之中，处处都充满了细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冷静思考，然后付出行动，最后无往而不利。